除了向100年强军目标迈进，中国军队也正忠实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履行大国军队国际责任，全面推进新时代国际军事合作，努力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美好世界做贡献。本月9号，西部联合2021演习即将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合同战术训练基地拉开大幕。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受邀参演，成为中国军队与外军积极交流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乃至全球和平的又一例证。周六，俄方参演官兵在按照中方防疫规定完成隔离医学观察后，已全部进入演习地域。空军某机场停机坪上，中俄两国国旗迎风招展，5架俄军战机整齐列阵。周六上午，在中方军乐队现场演奏的欢迎进行曲和喀秋莎旋律中，俄方官兵步入仪式现场。中方参演部队代表为来华参演的俄方官兵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在大变局、大疫情背景下，这次演习是俄军首次来华参加战略演习，也是中俄两军连续第4年组织战略演习，充分展现了中俄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高度，充分印证了双方在各个方面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充分展示了两军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决心能力，必将推动两军互信合作不断发展。中俄两国乃至全世界都面临着许多新挑战，特别是国际恐怖主义带来的威胁。因此，世界上友好国家联合抗击国际恐怖主义是十分必要的。在接下来的联合军演中，我们要充分交流作战经验。此次演习，中俄双方共派出1万余人，投入多型飞机、火炮和装甲装备。两军将成立联合指挥部。中方参演部队以西部战区为主，俄联邦武装力量以东部军区为主，混合编组，合帐筹划，同台合练，共同检验和提高部队联合反恐能力。中国这种军事外交，对外军事合作，应该说是保持一种开放的这样一个态度，即便是目前这种国际形势更加复杂的情况下，那么中俄保持这种军事外交的态度并没有改变，应该说是代表了这种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的这样一种积极的力量。今年是中俄两军连续第4年组织战略演习，也是中方首次作为相关联演的东道主。从2018年开始，中国相继派出兵力参加了俄罗斯东方2018、中部2019和高加索2020 3大战略演习。分析指出，在疫情期间组织融合度高的联演，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即便困难大，中俄两军依旧保持正常的年度军事演习，这表明增强两军协同能力非常必要。同时，在疫情期间，两军组织联演也能够提高两军在特殊情况下协同合作、应对地区和国际挑战的能力。值得一提的是，此前俄罗斯东方2018演习、中部2019演习举行之际，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曾率团赴俄观摩。而此次由中国主导的中俄联演，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也将飞抵中国观摩，这是他首次因军演到访中国。在疫情之下，那么举行这样一场军事演习是非常的不容易。俄罗斯防长来中国观摩这次军事演习，体现了俄方对于此次军事演习的高度重视的态度，同时也表明这次军事演习应该说是得到的两国领导人、两军高层的这样一个重点的关注。除了中俄联演，据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介绍，中国人民解放军还将于8月22号至9月4号在中国境内承办国际军事比赛2021部分比赛项目，并派队赴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伊朗等国参赛。积极开展对外军事合作，中国军队已逐渐与世界各国军队形成多方位、多层次的交流合作格局。深圳卫视记者梳理公开报道发现，仅今年以来，除了西部联合2021演习，解放军还组织参与联演或参加国际赛事共5项。包括2月中旬，我海军舰艇编队赴巴基斯坦参加和平21多国海军联合演习；2月底与5月初，分别与新加坡海军、印尼海军举行海上联合演习。就在本周，我陆军还应邀派员以视频连线形式参加金色眼镜蛇2021多国联合演习人道主义救援减灾演习，并参加4月在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举行的国际军事比赛2021萨叶岭行军雪地作战行军项目第1阶段比赛。
即便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军队也依然积极地履行大国军队国际责任，与多国防务部门和军队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仅2021年就向50国军队提供防疫物资，向4国军队派出抗疫专家组，与18个国家军队、国际组织召开疫情防控经验分享视频会议，为外军在华人员提供积极帮助。此外，中国军队还积极提供国际公共安全产品。去年7月，中国第19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第1梯队205名官兵启程出征，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迄今，解放军已派出维和军人4万余人次，现有2500余名官兵在联合国主要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中国还派遣海军舰艇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实施常态化护航行动。中国军队正用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另一方面，由中俄两军共同参与的西部联合2021演习将于8月上旬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拉开序幕。这几天，俄军参演兵力正陆续抵达中国，俄方长也将应邀参演。您对此有何前瞻？这场中俄联合军演刚好在8·1节后拉开序幕，当然体现了解放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从中俄的层面来看呢，此次演习不仅巩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化了中俄两军务实合作与传统友谊，更展示中俄携手打击恐怖主义势力、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将演习地域与承办战区作为演习代号命名，与中俄在过去几年展开的这个东部18、中央19、高加索20联合军演高度吻合，说明这个颇具规模的空地一体实兵实装联合演习已经成为中俄两军之间的又一个新品牌，与中俄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形成了陆海呼应。此外，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校在介绍演习科目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联合侦搜预警与电子信息攻击，这说明中俄两军将在战场的制电磁权方面有了更进一步的协同合作，这足以体现两国的军事互信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好的，也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